4月最引人关注的房地产市场消息是，由于美国通货膨胀持续的上升，美联储主席罗杰姆·鲍威尔表示，短期之内不会降息。另外，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在4月份达到 7.5%， 创下全年的最高水平。居高不下的利率使得房屋市场上的库存持续减少，供需失衡加剧，导致在湾区购房的成本空前飙升。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更多关于购房能力下降的原因呢，欢迎上我的博客阅读4月25日发表的这篇文章。根据 Redfin 3月份的数据显示，成屋销售数量与上个月相比仅有些微增加，挂牌上市房屋的数量的增幅也很有限。以东湾为例，3月份挂牌房屋数量只比上个月增加了108套，与去年同期相比也只多了56套。南湾的挂牌数量则比2月份少了8套，与2023年的3月相比则掉了近2成。就房价而言，东湾的中价位房价与2月相比基本上是持平的，同比去年则是上涨了6万多美元。南湾的中价位房价则是由于强劲的购房需求，从年初到现在已经涨了近20万美元，接近200万大关了。同比去年3月上涨的幅度也超过了 14%。 成交量方面，东湾3月份的成交量比上个月增加了224件，但仍少于去年同期。南湾的成交量表现也不错，比上个月多了209件，比去年同期呢则是增加了21单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3月份各个地区的统计数据，了解当前湾区市场的具体情况。首先是880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，这里挂牌房屋数量有增有减，其中 Albany 下降超过了 57%， 而 San Lorenzo 的挂牌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倍。房价除了 Albany 之外，其他城市都有上涨。Berkeley、Castro Valley、Newark 和 Union City 的房价涨幅都超过了2成。成交量方面，大部分城市都呈现下降的趋势， Albany 和 Hayward 的下降幅度都超过5成。接下来是 Central Contra Costa 的城市，这里挂牌数量中 Clayton 和 Pleasant Hill 下降，而 Walnut Creek 则是维持不变。房价方面，所有城市的房价都高于去年同期，其中 Martinez 的涨幅超过了2成。成交量方面，这里全部都是呈现下降的趋势， Clayton 和 Martinez 的降幅都超过了2成。下面是 La Miranda 的城市， Lafayette 和 Orinda 的挂牌数量不变，而 Moraga 的挂牌数量则是减少了1半。房价方面，除了 Moraga 有微幅下降之外，其他的城市房价都有超过1.5%以上的涨幅。成交量方面，除了 Orinda 有小幅下降之外，其余城市全部上升， Lafayette 的增幅高达2%。然后是山谷地区的销售状况，这里挂牌数量增减各半，其中 Alamo 的挂牌数量比去年多了近1倍。房价方面，除了 San Ramon 微幅下降之外，其他城市全部上涨， Dublin 的涨幅达到了2.8%。成交量方面，只有 Alamo 和 San Ramon 上升，其他城市都是呈现下降的趋势。接下来看看南湾的城市，这里挂牌数量普遍下降，只有 Mountain View 的挂牌数量不减反增，同比去年增加了1倍以上。房价方面，除了 Mountain View 以外，其他城市的房价都高于去年同期，其中 Los Altos Hills 的涨幅达到了4.4%。成交量方面，大部分城市都是上升， Campbell 和 Mountain View 的成交量同比去年增加了3成以上， Saratoga 更是达到了5成的增幅。最后让我们来看另一个关键指标，就是挂牌上市的天数。去年3月份，东湾的平均挂牌天数是26天，而到了今年3月份只剩下19天。南湾的平均挂牌天数也从去年的12天降到了今年的9天。这代表湾区的房市就像夏天的气温一样，不断在上升。
尽管目前我们还不清楚今年抵押贷款利率是否会下降，但我们预测湾区的新挂牌房屋数量会随着夏天的到来逐渐增加，房价也会持续的小幅上升。但与2年前相比较，现在买房出价的竞争程度较为温和，成功的几率也相对比较大。因此，如果您有购房的计划，尤其是首次购屋者，现在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时机。假使您对特定的市场或购买房屋有任何疑问，都欢迎与我联系。